在19年，拉塞尔跟李宁签约，成为了韦德之道系列的第2位代言人。在这7年时间里面他一直都是韦德之道旗下全程这一条系列线的代言人。而在韦德退役之后，他也会经常上缴韦德之道的正代鞋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李宁还为他专门推出过冷血这一条支线，独属于他的支线。但是说到底也不是属于他个人的签名鞋，对吧？而今年属于他的签名鞋终于来了，这一双Dilo One。当然作为韦德之道系列的代言人，这一双Dilo One依旧隶属于韦德之道系列，鞋头处的韦德之道 logo 就印证了这一点。而这一次大家都在为他这个499的定价而感到兴奋，这一点我是有点想不明白的。拉塞尔这几年大部分时间代言的都是全程或者冷血这一种中低端的鞋款，再加上他现在本就算不上什么顶级的球员，所以499确实是在情理之中。而且它的整体配置其实也算不上特别出色，全掌泵加上 Lightform Ultra， 大抵用了 ToughOS 的耐磨橡胶，其他就没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不过重量表现确实非常出色，单只42码的重量不到330克，而且整体的重量分布做得非常均匀，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十分轻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OK 那基础配置聊完，我们来看看它在实战方面的体验究竟如何。它的抓地表现十分出色，全掌的人字纹纹路就是抓地的最好保证。在干净的场地上面，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因为它的整体纹路略微有一些密集，所以吸灰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需要不断用手去擦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场地条件不是特别好，那我不是特别推荐你们去选择这一个鞋款。不过它的耐磨表现还是不错的，大底的橡胶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能够达到70以上，但是因为纹路还是略微有一些偏细，感觉打水泥地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平时打水泥地比较多的兄弟们，还是慎重考虑，好吧？它的抗扭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中底的大面积 TPU看着确实非常唬人，让我想起了当时安踏的 KT7 的中底 TPU 造型其实跟这一双鞋的中底造型非常的相似，都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处做了一个向上延伸的设计，以增加球鞋的后跟支撑以及后跟稳定。但是 Dilo One 身上所使用的 TPU 材料明显会有一些偏软，尤其是在热开了之后，它的强度会有非常明显的衰减。不过总体来说还算够用，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感觉到强度方面的不足。但是它的足弓支撑真的有些一言难尽。由于这双鞋中底的外部框架用的是 Lightform Ultra， 如果接触过这种缓震材料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这种缓震材料是非常软的。而这一双鞋在足弓处就恰好只有 Lightform Ultra 这种材料，中底的 TPU 在这个位置处正好就处于放空的，到足弓后面一点点才做了上扳。这样的一个设计给这一双鞋带来了2个非常明显的问题。第一点就是在足弓位置处的支撑明显偏弱，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支撑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穿上它去感受它的中底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中底的软硬变化，中底的一体性并不是特别强，会有比较明显的硬度差。这一点跟之前我测试过的塔图姆3代非常的相似，在后跟处它的中底是偏软的，到了有 TPU 材质覆盖的地方，因为 TPU 限制住了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空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在这个位置会变硬一下，然后再到前面的足弓位置处又会明显变软。而且因为它在外侧足弓处并没有 Lightform Ultra 材料的覆盖，在足弓位置处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在中段的力线是往内侧偏移的，然后再过渡到前面又回归到了正常，整一个中底的过渡非常糟糕，足弓支撑也几乎感觉不到，甚至你还能明显感觉到在内侧足弓位置处这一双鞋是向下塌陷的，非常的难受。当然这一双鞋的这种中底的硬度差没有像塔图姆3代来的那么的夸张，不至于影响到实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一点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已经都了解到了，就是它的自然弯折点会略微有一点点的靠后。不过因为它的中底刚性并不是特别硬，在热开了之后它的自然弯折点靠后的这一个问题在体感上并不会特别明显，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有足弓拉扯的感觉。但是因为足弓处的支撑真的太差了，在穿完这一双鞋打完球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足弓的疲惫感，想买这一双鞋打球，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至于稳定性，它的表现没什么问题。虽然整一个后跟非常软，但是好在啊 Lightform Ultra 这一种缓震材料基本就只有纯软，并没有太多弹的感觉，所以并不会有那种因为后跟软弹过度而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啊，整一个大底也比较平整，在前掌还有一个单独的硬质防侧翻角，防侧翻表现非常不错。虽然中底的高度并不算贴地，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脚底下还是比较安心的。Dilo One 这一双鞋的基础性能啊，总体来说比较一般，除了抓地确实不错之外，其他都普普通通。打球肯定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问我啊，这一双鞋是不是好穿，那还是得看看这一双鞋在风格化的调教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它的包容度还是比较广的，鞋楦的宽度适中，大部分脚型的兄弟啊，都可以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不错的包裹体验。而且啊，它的整一个包裹的润感非常在线，系进鞋带之后，整一个鞋面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包裹感受是非常舒适、非常舒服的。不过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它最前面的这2对鞋带孔不是特别好调整，建议脚型比较偏窄的兄弟们在上脚之前就把前面的鞋带给收紧，穿上脚之后你想再去拉紧啊，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而在拉紧了鞋带之后，它所带给我们的动态锁定也非常棒，在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有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出现。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出色。虽然鞋面上面啊有不少的透气网眼，但是它的内衬材料用的是这种非常廉价的，像是棉袄一样的材料，不仅不透气，还不吸汗，导致鞋仓内部会有非常多的水汽残留。而它鞋垫上方的布料也是这种带一点绒的材质，一旦出脚汗之后就会变滑。在实战的过程中，你能明显感觉到，当你的双脚开始逐渐变热之后，它的鞋垫也会越来越滑，非常影响实战体验。所以这双鞋的鞋垫啊，真的是一定要换掉的，原鞋垫的体验真的是一塌糊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一副鞋垫，在我们的实战过程中，每当我们去做一些制动动作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鞋垫在鞋内的滑动。每一次在脱鞋子的时候，鞋垫也都会被我们带出来。材质啊本来就比较滑，而且还没有刷背胶，真的非常影响体验。除了这几个问题之外啊，其实它的鞋面还是不错的，又舒适，强度也高。在外侧不仅有热熔材质的补强，还有额外的针织走线以及 TPU 材质的额外补强。在我们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鞋面能够牢牢的兜住双脚，不管多大体重，不管什么强度的球局，它的鞋面强度你都不需要去担心，放心就行。至于中底体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它的中底过渡啊会有一点点的怪异，但是在我们真的开始打球的时候，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球场上的时候，中底那种不算明显的硬度断层，确实啊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足弓处的那种塌陷感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换鞋垫，换鞋垫。如果你真的要买这一双鞋啊，购买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它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好吧？而且啊，一定要换稍微薄一点点的，不能太厚，因为它的中底重心本来就不算贴地，跟今年出的全程13感觉非常的相似，都是偏向于团队的一个高度，场地感并不出色。好在啊，反应性还算不错，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出现，突破档想去选择它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中底的缓震表现确实是非常棒的，即使是像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不会有明显的震感。但是整一个中底的跑跳体验都比较普通，在跑动时，由于中底的刚性偏低，也没有什么夸张的大底造型，在跑动时啊，不管是滚动感还是推进感都不明显，而且因为后跟做的有点过软了，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后跟的泄力感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像是 GT Cut 3啊，或者是 AJ39都证明了偏软的后跟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为出色的跑跳体验。现在我们很多的国产品牌啊，也都在往这一个方向去做，其中也确实有非常多做的不错的鞋款。但是啊，这双 Dilo One 的后跟真的太软了。Lightform Ultra 这一种材质啊，确实脚感出色，但是几乎没有回弹可言。可能对于小体重的球员来说会稍好一些，但是只要你是那种有一定体重基础的，脚底下比较有力的球员，那这一双鞋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体验就不会太好，好吧？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迪罗旺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这一双鞋的整体体验啊，就像是一双削减版的全程13，不管是用料还是实战体验，都会比全程13要稍差一些。虽然它的代言人是拉塞尔，是一个后卫，但是这一双鞋的整体体验给到我的这一种感觉啊，就是一双中低端的团队鞋款，不错的缓震，不算贴地的中底，不错的舒适度，好像除了它的这一副鞋垫之外啊，没有什么特别致命的缺点，但是体验下来好像总感觉哪都差点意思，好像每一个方面做的都不是特别出色。定价499确实不算高，但是它的实战体验是绝对不值这一个价的，将来到300左右才真的值得购买。这一双鞋的适配人群可以是所有人，因为它就是一双调教偏向于团队的鞋款。但是同时啊，在这一个价位段，比它能打的团队鞋款实在是太多了，甚至李宁自家就有好几款。利刃啊、全程啊、预帅啊等等一系列，在实战体验方面都会比这一双鞋更加出色，价格还更低。除了拉塞尔的铁杆粉丝之外，这一双鞋我真的找不出任何购买它的理由。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